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Google 正在开发一款新型伺服器晶片，将 Gemini 模型的部分元素直接集成至硬体中，以更高效地向用户提供其 AI 模型服务。据 The Information 日前援引知情人士报道，这家 Alphabet 旗下的 Google 公司预计，这款内部非正式命名为 Frozen V2 的新晶片将有助于缓解 AI 算力紧张问题。该问题已引发 Google 内部矛盾，并促使 Google 云拒绝与外部客户达成部分交易。据悉 ，Frozen 项目旨在打造一套不同于 Google 张量处理器 TPU 的新型自研晶片，而不是取代 TPU。报道称， Google 计划最早于2028年部署这款晶片，但工程师仍在确定最终设计方案，以及将有多少模型讯息以硬体形式固化。报道指出，按照每单位电力可处理的 AI 次元数量计算，这款晶片的效率可能是 Google 最新自研 AI 晶片的6至10倍。一名 Google 云发言人表示，他们的团队一直在研究和试验新的创新。通过从底层开始协同设计硬体和软体，他们可以确保系统实现集成和高度优化。此前有报道称， Google 最新 Gemini AI 模型未达到内部目标，因此推迟发表。公司正在改进其能力，尤其是编程能力。另外，据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出台新规，收紧前沿 AI 大模型发表管控，将由政府划定可获取顶级模型使用权的企业与机构，一改此前由美国 AI 巨头自主把控准入权限的局面。此前 Anthropic、OpenAI 全权决定哪些企业、政府机构可使用自家最强模型，合作对象多为大型企业客户。Anthropic 依托玻璃翼计划，仅向少数合作方开放顶尖网络安全模型 Mythos。OpenAI 则应政府要求限制 GPT 5.6 对外开放，并设立同类安全合作联盟破晓计划，管理自研安全模型。据报道，白宫官方对外口径却与之相悖。一名白宫官员向表示，联邦政府不会审批私营企业的 AI 发表计划，企业与政府专家的测试交流均为自愿，模型发表时机、开放范围完全由企业自主决定，并援引川普6月 AI 行政令佐证，称政府将持续与本土前沿 AI 实验室协作，在保障技术安全的同时避免抑制创新。但实际监管动作已落地。6月政府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封禁 Anthropic 的 Cloud Mythos 5、Fable 5两款模型，经多轮谈判后才重新放开访问。OpenAI 也同步表态，将仅向可信合作方开放新模型，配合政府监管要求。目前，白宫监管已左右为难，高阶 AI 工具暗藏网络安全隐患。同时，中国开源轻量化模型快速追赶，月至暗面推出的 Kimi K3 综合效能比肩 Fable、GPT 5.6， 部分独立评测指标甚至实现反超。前白宫 AI 事务负责人 Craft Ventures 创办人戴维萨克斯对此发出警示，称美国若自我束缚监管，将输掉全球 AI 竞争，海外企业不会遵循美国规则。近数月，川普政府持续完善 AI 监管框架，包括6月签署行政令，要求企业自愿向政府提前交付模型用于安全测试。现在全新推出金鹰计划，联动私营企业排查、修复网络安全漏洞。据消息人士透露，政府正搭建 AI 准入审核清算机制，由白宫掌握新模型合作方准入审批权。今后企业推出前沿模型，合作名单必须取得政府明确许可。Anthropic 玻璃翼计划、OpenAI 破晓计划，这类企业自主合作项目前景显示出不确定性。同时，据 Axios 报道，川普政府内部正在重新讨论限制中国先进 AI 模型进入美国市场的措施。
相关方案一旦推进，可能削弱中国开源模型在美国的使用空间，并进一步巩固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闭源模型厂商的市场地位。报道称，中国 AI 模型 Kimi 近期受到关注，再次推动美国政府内部主张加强限制的声音升温。由于部分中国开源模型价格更低，效能逐步接近美国主流产品，越来越多美国企业开始将其用于开发和部署，这也引发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对模型安全、资料治理及潜在后门风险的担忧。一名接近川普政府的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去年曾考虑将多家中国 AI 实验室列入实体清单。若相关措施落地，美国企业原则上需要获得许可，才能继续获取或使用这些实验室提供的技术与服务。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白宫国家网络总监办公室去年也曾讨论发表针对中国 AI 实验室的安全风险提示。虽然这类文件不属于直接禁令，但可能对美国企业形成实际压力，降低其采用中国模型的意愿。报道还称，白宫此前考虑通过行政命令，要求美国企业只有在能够保证模型安全，并愿意对安全事件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才能托管中国 AI 模型。美国商务部去年夏季也曾在政府内部传阅规则草案，试图利用供应链安全相关权限，对中国开源模型实施限制。不过，这些方案最终均未落地。当时部分政府官员担忧监管过度可能压制 AI 创新，因此阻止了相关措施推进。随着部分反对严格监管的官员离任，以及中国 AI 模型能力提升，美国政府内部支持加强限制的国家安全派声音正在增强。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政府未必需要公开发表全面禁令，也可以通过政府采购规定、实体清单威胁以及针对企业的公开施压，促使美国公司减少使用中国模型。另一种可能路径是集中披露中国模型在安全性、治理结构和潜在后门方面的风险，同时推动美国本土开源模型生态发展。但报道指出，美国市场目前仍缺少足够成熟、低成本且易于部署的开源替代方案。与美国闭源模型相比，中国开源模型在价格和使用便利性方面具有吸引力，这意味着相关限制也可能增加美国中小企业和开发者的 AI 使用成本。白宫外部 AI 顾问大卫·萨克斯近日在社交平台 X 上警告称，美国 AI 政策正处于关键节点，已经在模型收入上形成双寡头的头部闭源实验室正试图借助政府力量清除开源竞争对手。萨克斯长期反对由大型 AI 公司推动过度监管。他认为，围绕模型许可、安全审查等制度的政策设计可能形成监管俘获，使 OpenAI、Anthropic 等头部企业受益，同时压缩开源模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一名接近川普政府的消息人士称，部分美国头部 AI 实验室或其支持者几乎每隔3至5个月就会向政府提出限制开源模型的新方案。总体而言，尽管这些提议未必以全面禁令形式出现，但可能对使用中国开源技术的美国企业产生持续的寒蝉效应。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侃侃而谈，阔论有余。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谢谢。